我已经派人去三浦守着了，定会护你娘子周全。我真没用，还好有你这个朋友。赵无忧，来，你知有的。知道。包荣图当年全治开封府，废牌寺，开正门，状告之人皆可呈送于公堂。 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。这事情不该是这样。这世上有很多事没法靠武力解决，可手无缚鸡之力一样可以安身立命，治国平天下。我自幼就知道他，我也想成为他。 可是要做到这样，太难。世事皆有风骨，都得有人去做呀。老顾，谢谢你。我现在仿佛充满了力量，就觉得包龙图就站在我身后一般。 你背后确实有人了，干嘛呢，赵表？时辰已到，礼部侍毕，学子出场。 英子，我考得可好了，我跟你说。宋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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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启月，你怎么不理我啊？哦。 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太累了？是不是文章做的不顺畅？我落榜了。你才刚考完，你怎么知道自己落榜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有什么困惑，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 莫无问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你此次前来，可是想好要拜我为师？不是，我有一事不明。宋兄科考似乎出了什么问题，我知道您门路广，想托您帮帮他。我看中你，正因为你未经雕琢，是块好料，正适合拜在我的门下，将来入仕途也有一番作为。至于旁人的琐屑之事，与我等何干？墨儿。 张学正很少如此欣赏艺人，这可是你的福气。你若拜他为师，你有什么请求，他也不好意思拂拒。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墨儿，若你我真的有缘成为师徒，我需劝告你，要将精力集中放在自己身上，勤勉读书。读书。 寒窗10载，我也抵不过家财万贯吗？再勤勉，不也是浪费时间？宋兄，
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来还书，恰巧听到你们二人一番谈论，有些话想请教张学正。敢问学正，所谓文官清流，真的是一潭清水吗？真的不会藏污纳垢、颠倒黑白吗？放肆！你这番话是一个应考的学子该说的吗？学生愚笨，只是有困惑未解，惹先生生气了。看来我今日来的不是时候，多谢先生借书之情。告辞。赵摩儿，今日这诗，你还拜吗？张学正，今日打扰了，改日我们再聊。宋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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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奇遇，我知道你遇到了烦心事儿。我请你喝酒吧。我爹总说杜康解忧，今日你我一醉解千愁。为什么？我想不明白。你如此才学，怎么可能会落魄？你是怎么提前知道的？你说来日还要发诗词集，以文会友，难道这些都不算数了？你还有来日，可我没有了。既然你说读书无用，那我陪你一起。我也不考了。你为什么不考？天下那些不恶你都不顾了，难道你都不在乎了？到时候你若入仕，保准这天底下再无冤假错案。到那时，我便是大宋的狄仁杰。那我要做张柬之，你我二人相互配合，必能闯出一番天地。对，我都不顾了。你连张柬之都不当了，就靠我一个人怎么救那群人？从小没人愿意跟我当朋友，他们都说我无用，都说我是个怪胎。就算是我考上了，说不定也像大哥说的那样，转头就被辞退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从一开始就算了。我带人替好了。记住这个名册，记住这个名字。明日进考场的是他，不是你。我受人胁迫，进了考场，做了文章。我的那些侧赋诗词，我的那些凌云壮志，到头来都写了别人的名字。
是谁逼你的？走，走，我们去报官去。走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！我不能报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能报官？因为我不能做下一个伯哥。我有一个要保护的人，我不能冒险。我不是文正公，我战前孤后，今世怒说，木已成舟了，没有退路了。你的孙宝，我解不开。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。那晚我追人，追到罗马殿，看到你了。但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。你不肯说，一定有你的难处，但是我还是……嫂子，你要找的那个人我看到了。他脸上有刺字，是个刺配犯人。为什么今天愿意跟我说啊？嫂子，你们一家真心待我，我非草木，岂能无情？只是嫂子，我不明白，明明能看出来我对此事并不坦荡，对你们有所隐瞒，为何不告诫莫兄，让他不要再跟我来往？人活在这世上，可能都有几个秘密。我相信木儿的眼光，也相信你是一个秉性纯良的孩子。你一个人来京城科考，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，可以跟木儿一起来伞铺找我。另外，劳烦你将此事跟你赵大哥也说一下。刺配执行的重犯，心目中有留党，要查到他的真实身份也很容易。消息你哪儿来的？你有我，我有我的人，我有线人嘛。哎，你这么信任我，不问？不问。但你那个线人是谁？我还真有点兴趣。那不行，我的线人胆子小，怕跟当官的打交道，跟我是1对1的。哎，老顾，你说这个刺配的逃犯要是抓到以后，赏金有多少啊？等你先抓到再说。你我兄弟双剑合璧，有谁抓不着啊？
好，出大事了他！哎，你们三个出去。昨天晚上大雨，郊外冲出来一具尸体，一刀致命，伤口又细又深。又是同一个凶手。一刀致命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太笨了，现象。哎呦，他脸皮扒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死者最多20出头，左手拇指与食指指腹间有茧，大概是个读书人。左耳后侧有一块胎记，在这个地方，指腹间有些许酱紫色，不知是什么。酱紫色，他死前是拿什么了？我能闻一下吗？嗯。但手上有股桑葚的味道。大儿，你看看他的舌头。好。舌头上也有酱紫色。不对呀，今年东京城内买不到桑葚，他怎么吃着了？清风楼，今年清风楼推出了一个新的点心，叫桑葚蜜饯，专门提供给他们的贵客。所以清风楼包圆了整个东京城的桑葚果。如此看来，死者很有可能。头儿，属下大胆猜测啊，死者必是清风楼的贵客。你这么聪明，那猜一猜，秦风楼的贵客大概有多少人？这个，去查。是。你们俩把这处理好啊。生得傲骨爱其风，何必凌云为重？不陌生。二哥，你一大早去哪儿？我刚从练房夜市回来。昨夜郊外大雨，冲出了一具没有脸的尸体，死者最多20出头吧，可惜了，应该还是个读书人。没有脸。嗯，没有脸，所以目前我们也确定不了死者的身份，只能说，可能是一个住在清风楼的贵客吧。是住清风楼的读书人。宋兄，我能否去看一眼这个尸体？我想，我可能认识他。你准备好啊？实在是太惨了。东京危险，不能再待了。宋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死的那个人我认识，是宫儿。
孔二，通州魁首孔二。那日进考场前，我曾见他用的是别人的名册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也给别人替考了？莫兄，你听说过贵考官审世子的故事吗？或许像我们这样的读书人，是真的会被审判吗？孔二替考，成了无名尸首，那下一个死的不会，一定不会的。走，走，你跟我走，走，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去开封府找顾巡视，告诉他杀人跟替考有关。不行，不能去报官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替考是今年才有吗？之前衙门他们可曾问过查过？我不信这世上还没有公道王法。我大哥在大理寺做了多年的贴书吏，他有人脉。不行，事已至此，我真的不能再牵连你的家人了。孔二已经死了，我随时也有可能遇害。今天我必须出城，但是我走之前要去见一个人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你这把好看，这颜色真不错，适合你。我就要这把了，选好了。温娘子，还是你的手艺好。这昨儿个下大雨，我从别处买的伞都给打坏了。他那把倒是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一问，原来是你家的。温娘子家的伞啊，不仅样式好看，还结实耐用，那在东京城里啊，可是独一份儿的。也不见得是别家的不好，昨日的雨的确是大。谁说不是呢？不光把伞弄坏了，连人都冲出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温娘子，你没听说啊？郊外的小树林啊，被冲出来一具尸体，哎呦，可害人了！那脖子上啊，一道细口割开，脸皮都被扯下来了。哎呀，现在这世道可不太平，这一到晚上啊，我们都不敢出门。温娘子，你来早些收拾，回家吧。娘子慢走。啊，就是这儿。我们往这儿走。驻足在此的学子考生，我们这儿就只有一位，他叫孔二，通州人士。我跟你说呀，他平时啊有点古怪，他呢就往这儿。什么情况？娘子，顾巡视，爸儿告诉我，那具无名尸体生前就住在此处。无名尸体，孔二死了，别瞎打听。我刚才在屋里仔细搜查过，此人像是得了笔横财。这么说，他所有的外衣都是名贵的绫罗，且都是新制版的。但是布袜和汗衫却穿得很旧，都有缝补过的痕迹。我娘子说的应该是对的，好比说我吧，如果突然间来了一笔横财，也是只会装扮外表的衣裳，打底一般不是太在意。别担心，你应该一辈子都不会遇上这种难题。您接着说。啊，对，科考之前他来这儿。还终日宴请，那好像很有钱的样子，在他们学子之间啊，有名的很。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2日前就不见他的人影了。我的房钱他还没有给我呢。我想着他之前和张玄正多有往来，还当他是个人物呢。没想到啊，是个短命鬼。头，里边的情况。跟温娘子说的一样。文月，有劳。娘子，我也分工，配合的多好啊！野狼君，我都多久不来看人家了？这准备了好些鲜花与果实呢，还来品鉴品鉴。
这种地方能见什么人呢？有一笔账该结了，我正好可以用作盘缠。走开，走开！老东西，牵驴的老狗怎么哑巴了？方才不是还跟本郎君要说法吗？啊！让！有没有王法了？哎，宋兄，哎，你们凭什么打人？你们凭什么打人？宋兄，既然有人看热闹，那就给我接着打。谁敢救他，一起打。谢老局长，给我打！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住手啊！住手啊！住手！快住手！我求求你们，不要再打了！不要打了！走。好了，走。走开！丁伯，他早知道我就不应该来这儿硬靠。你说什么？走佣金，明明是他们欠我的，他们怎么敢？难道天下就没有王法吗？啊！难道救人命就可以随意践踏吗？啊！杀人偿命，这才是王法。我是报官。我去解个手。王队士，王队士，进来吧。哎呀，王队士啊，我今天来啊，你自己进来就行，啊，走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想说一下我们家郎君销案的事儿。我告的是邹庸进，他为何不来？王队士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们主仆2人于申时半刻，在桃花洞妓馆打死了一个老翁。此事我与宋喜玉亲眼所见。他说的是那个拉车的驴夫，对吧？那驴夫看我们家郎君出手阔绰，别要讹我们钱，拉一车杂货，哎，就张口就问我们要50贯，没接过钱吗？是不是穷疯了？你说什么？哎，赵妹儿，哎，开封府打人，赵妹儿，没人管了。有话说话，把手撒开，撒开！颠倒黑白，是他们颠倒黑白。50贯，50贯就是你们杀人的理由吗？我分明看到你们不但对那个老翁拳脚相向，还公然羞辱，毫无人性。他身上的伤痕尚在，只要传仵作，一查尸体便可知。血口喷人，血口喷人啊！你说你赚钱就好好赚，他非要往地上磕，哎，这一头没磕好，把自己给磕死了。你说这事儿，哎，他说的不是他胡说的，明明是你们的人按着他打，还不让旁人施救。
我看啊，万推司，事情啊，我也给你说明白了，跟这榆木脑袋也说不清楚。您先忙，我还有事儿啊，告辞了。你站住！邹进杀人的时候，我跟宋其瑜都在场，我们两个是人证。哎，人证是吧？我也有证人，你看我身后的家丁，个个都是证人。你们看见有人打黎夫了吗？打了吗？没看见。万雷斯，你也听到了，没人看见。那这事儿就这么着，我先告辞了。泼皮无赖，你不能走，你是帮凶，你不能走，你是帮凶，走，你是帮凶，哎，帮凶，哎，干什么？出去。走，来来。你呀，先回去啊。这个事儿我知道了，好吧？你先。你不把他们两个抓起来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没有那么快，办案子需要时间。你看，我们都记下来了，好吧？你也别太激动，我先回去，好吧？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把他们抓起来，把他们抓起来！你这个孩子怎么我就走不走？哎呀，万推司，不是你，来，这榆木脑袋理他做甚？一点小钱，拿去，请兄弟们喝酒。哎，我还知道一家好馆子，以后再带你去。这是干什么？来人呐！来，把他弄出去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们是一伙的？你们是一伙的？你们等着！毛都没长齐的孩子，还学人伸张正义。万推司，你还会看手相呢？现学的。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啊，老是你有牢狱之灾啊？是吗？我看不能吧？来人呐！在，扣上！哎，王府，你知道我家主人是谁了？杀人没有证据，当众贿赂朝廷要员，证据确凿，带走。万福，你给我等着！万福，喂，还有那些人，放我！老爷，抓起来，好好盘查盘查。脏。邹家那帮混蛋，他们收买人证。宋兄，我们一起去衙门，你替我作证。宋兄，你先。我平时他也没招惹过谁呀，这事儿怎么偏偏摊我身上了？倒霉！伤口又深又薄，同一人所为啊。先杀了萧逸水，又杀了孔儿，现在杀宋其玉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仨人毫无关系啊。伤及脖梗动脉，书架上却没有任何血迹，人不是在这儿杀的。啊，这一刀下去，哗！对，这得多少血？
人都杀了，剥皮儿，这多大仇啊！《道德经》，凶手这是有话要说。宋启玉，等等。 走吧。赵沫儿，赵沫儿，也别太难过啊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但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这个宋祁玉死之前啊。 你发没发现他跟什么可疑的人接触啊？还有就是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？可否我先把沫带回家，明日到衙门再去回话。先回去休息啊！来，听哥的，先回去休息。别胡闹！这是命案现场。 我都听说了，沫儿现在怎么样啊？一宿未睡。不吃不睡可不行。去劝劝。我去还是你去？你嫂子给你带的早点，吃一点吧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也能体会你对宋祁玉的感情。这么多年，他是你唯一一个会带回家的朋友。大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也有一个挚友，那时候，他就是我生命中的指路明灯。后来因为一个事故，他离我而去。当时我觉得一切都塌了，我甚至想随他而去。后来才发现，我们生而为人，本来就有那么多的无奈无助。你改变不了生死，留不住那些要走的人。一个人的成长，就是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告别，而各种撕裂般的疼痛，只能靠时间慢慢治愈。
我们能做的就是振作起来，帮助逝者完成他的未尽事业，以此告慰亡灵。哭够了，记得趁热把粥喝了。宋朝竟然也有洗浴中心。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，洗浴文化在宋朝已经发展到 next level， 不仅涵盖搓澡、刮胡子、净面、梳头等常规项目，类似现代香皂，有着清洁、美白、润肤不同功效的澡豆也是应有尽有，丰富程度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宋朝洗浴中心做不到。剧中赵不忧和顾震见了钟贵人后，为了洗掉身上的污垢，来到洗浴中心疯狂搓洗。你想不想也来体验一把宋朝洗浴文化呢？赵大哥，宋大哥怎么还没来？宋大哥还说要给我们讲故事呢。孩子们，不要缠着赵大哥了。沈师傅给大家做了蜜饯果子，去晚了可就没有了哦。你小心。何先生，谢谢你啊。墨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估摸着你就在这儿，我来看看你。莫兄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嫂子，这位是安监院的何先生。那我先去看孩子们了。嗯。嫂子，你和大哥别担心，我一定很快就可以振作起来的。嫂子来，不是想跟你聊这些，就是陪你待会儿，陪陪你。谢谢嫂子。孩子们说，我只会教他们搭桥。根本就不会做事，他们说的对，我做的诗确实没有宋兄好。文正公说：“宁为名死，不默而生。”我想出一本诗词集，以博词寡句，会天下志同道合之友。头儿，宋祁煜的尸体啊，有点蹊跷。哎，莫非是，大哥？
他的致命伤为喉部被割，死后面皮被剥落，与之前的孔二一致。另外，此前发现尸首的腹部隆起，是因为尸首曾被开膛破肚，塞满东西之后又缝合了起来。大概。书，里面都是书，《诗经》。下面还有，继续拿。这是《尚书》。《礼记》。五经。现场发现一本《道德经》，肚子里有5经，最外想说的话有点多呀。除了想说话，剩下的就是泄愤。这怎么越泄越狠呢？到宋祁煜这儿，除了一刀割喉、剥去面皮，还加上开膛破肚，这不是泄愤，这是凌辱啊！孔二和宋祁煜都是荆轲学子，为何凶手单单只是凌辱了宋祁煜的尸首？除了泄愤，还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就很明显了，团伙作案，一个负责冷静杀人，一个负责虐待尸体。啊？啊？为什么要在肚子里缝书进去呢？宋祁煜是学子，今年应考，会不会是说他腹中有诗书，学富五车？那又为什么要把脸皮割掉，把《道德经》盖在脸上？暗讽他德行不够。肚子里有书是学富五车，脸上盖《道德经》是没有德行。你这结论得出来的有点草率啊！我总觉得这宋祁煜向我们隐藏了什么。你弟跟他是挚友，昨儿个又是案发现场的第一人证，你不妨跟他聊聊。我这个弟弟呢，平日不爱与人交流，我跟他都说不上几句话。但我娘子还行，能跟他聊几句心里话。那温月有没有说他最近跟他聊过什么？这我不清楚，可能说了吧。你跟温月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闹矛盾了？一点吧。你跟温月不会闹和离了吧？我跟他不可能闹和离。最近确实我们之间有点矛盾，我正在缓和呢。怎么缓和的？我自有我的方法。家当都在这儿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连这点警觉心都没有，我早被人暗害了。别怕，父亲只会保护我们的。你有事儿？没事。没有就回来。干嘛？放肆！你喝了多少酒？哎呀，喝了多少酒？哎，老顾说的没错呀，你就是草原上的一匹骏马，逐日追风，英姿飒爽，而我就是一只小小的土拨鼠，只会猫在洞里安居乐业，囤粮过冬。
15年前，你一脚踏入了我的世界。跨鞍，跨墨草，跨金秤。我就让你委屈了15年。你说这些干嘛？你啊，你要是想回到你的世界，我理解。但是你想想，墨已经被牵扯进来了。你知道，我这个弟弟，他从小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姐姐，什么心里话都跟你说。我知道，你不会对他撒手不管的，是吗？我也告诉你，文渊，同样，我也不会对我们的15年望而却步。你信不信？啊！我不准你离开我！你嚷嚷什么废话？让街坊邻居笑话。我不准！你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坐下。坐下。娘子，土拨鼠的洞穴里不能只有一只土拨鼠。土拨鼠长啥样啊？莫要忘了为师教你的。寒窗10载，我也抵不过万贯家财。我待人气好了，我受人胁迫，我的那些凌云壮志，到头来都写了别人的名字。二哥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这不是才寅时吗？你该不会一个晚上都没睡吧？早点睡啊，早点睡。你干嘛去啊？亮子，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啊？你怎么了？还是一脸愁容，也难怪，家里最近发生了不少事情，确实让人劳神了。之前跟你吵架，是想赶快把你们从这件事里撇出去。话说重了，心里还挺难过的。我明白，你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这个家。赵不忧，我是真的很害怕。20年前，我的家人就死在我的眼前。
我本名叫苏月，我爹是太湖船厂的大工。之后，官府发了公告，说是贼寇所为，已在缉拿中被诛杀。后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，我成了流民，四处流浪，最后沦为了水贼。我没事儿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该流的眼泪早就流干了。我只是担心咱们现在的这个家。我希望咱们一家5口平平安安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是有喜事儿啊！回家了，回家住了。私事儿啊，无可奉告。哦，你们俩好了，就什么都好了。我已命人调阅所有刺配逃逸重犯的档案，还真找到一个人。这个人曾经用薄如蝉翼的小刀伤过人。下狱之后，记载显示他性情古怪。这人叫什么呀？单16，黔州人。小的时候父母双亡，常年被人欺负。长大以后，多次因为性情偏激出手伤人。发配崖州的路上跑了。跑了？没人知道下落？不知所踪。那这样说，单16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很有可能。啊！啊，太学，太学怎么了？太学那边出了命案了。什么情况？老郑，你弟弟是唯一的嫌犯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赵默，对，老顾不可能，别急，赵不要慌，官府，赶紧去散铺通知温月。好，老顾不要慌，不可能，现在跟我一起去太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跟你去。谄媚权贵，这写的什么呀？无戒东不要动啊！你别想跑，你跑也跑不掉。别想跑！别报的官，官爷，是他杀的人。我晨起的时候一开门就看见他把曾学镇的尸体摆成一个跪坐的姿势。如果不是他杀的人，谁会摆弄一个尸体？你看他满身都是血，那肯定是杀人的时候沾上的。行了，他是不是凶手，开封府自有断定。来人，把人押回去。
莫儿，莫儿，我是大哥，没事啊。陈大哥，说说发生什么事情？不可能吧？是鬼口关！是鬼口关！鬼口关！今年6月7日。 为什么我们俩不能进去啊？啊？别进去。莫跟两个案子有关，开封府也是循吏文化，养老不难做。这点面子都没有。张官儿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其实早就知道宋祁钰被人逼迫替考。宋祁钰替考了，替考一事为何不早说？昨晚我一直回忆，我突然想起高考当天。 他们其实露出了端倪。不可能！那句不可能，一定是在拒绝他们逼他替考。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宋轩居然同意了。再后来，有些话想请教张学长。 所谓文官清流，真的是一潭清水吗？真的不会藏污纳垢、颠倒黑白吗？我觉得宋祁钰对张学正的态度是出于。我想去太学找张学正询问对质，可是我到了太学门口，我就看到张学正。 我记得宋兄尸体上的伤口，我想看张美身上是不是一样的。之后，那个老翁就推门出来了。之前死的那个口二，宋祁钰说，他也是今年的替考学子。宋祁钰遭遇不测之后，我便一直怀疑，这几个案子都是因替考而起的。你早就知道替考。 你为什么不报官呢？替考又不是今年才有，开封府从来没有查问过，跟你们说有用吗？我跟那是我们不知道。好，那桃花洞几款，那个活活被打死的驴夫，我亲自来报的官，你不是也照样不管？张官儿啊！ 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心寒了啊！我抓没抓那些人？你看没看见我抓没抓那些人？我抓了吧？你说他们打死人了，你那是他收买人证，你为什么不去查问？坐下！你们就是不作为，你就是不作为！你给我坐下！你们就是不作为！坐下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刘波，就是你们不作为！赵炳。 你在开封府白混了你，怎么了，莫儿？嫂子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是他们不作为，就是他们的问题。说话注意啊！莫，冷静下来。顾先生，如果之前也有考生替考的话，有没有可能这些考生已经被灭口了？顾巡使，即便是东京城，也多的是藏污纳垢的地方。
并非所有的失踪案、无名尸案都会报到这官府里来。让您的人去找挖坟掘墓的，或者是做盗尸贩尸勾当的伢子，或许会有线索。姐，我再去把这10年失踪学子的案卷再复查一遍。好，我去礼部告近几届的考试名单。魏远，莫儿，大哥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，等我。听见了？温娘子，你刚才说查谁？挖坟掘墓的，盗尸贩尸的，走了吗？啊？喂，哎，不是我还没。慢走啊！来让一让，让一让。莫儿，换下的衣服收好，别乱丢。嫂子先送你回家休息。查案的事情有你大哥呢，你也别着急，也不急于这一时。嫂子，那日你和大哥到底因为什么事情去找宋启玉？梅船案的凶手死了，我跟你大哥顾巡使一直在追查凶手。那日我跟你大哥追凶，追到大罗马店的后巷，就跟丢了。但是我在那儿看见了小宋，他进了那儿的一个院子。嫂子，你说在哪里看见他的？大罗马店的后巷啊。怎么了，莫儿？没事，我忽然想到要去个地方，嫂子你先回去吧。不行，你现在这样，你自己去哪儿，嫂子都不能放心啊。嫂子，你去，嫂子就远远的跟着你，行吗？行，去吧。哎，看一看我这匹马啊，又能拉货，又能赶路啊！哎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马没有啊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呀，吃饱了，吃饱了就不吃了。哎，各位请坐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上好的马呀！哎，店家，请问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宋启玉的人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你到那边说，我看看。哎，店家，你这脖子还挺形状的，便宜不了了。哎，店家，请问您见没见过一个叫宋启玉的人？知道。可都是好事啊！求菩萨真人庇佑，可别叫归考官前来勾我的魂儿啊！老丁啊，我给你烧纸了。谁呀？老伯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是个白面书生，他姓宋。我可没见过什么书生啊，不知道你快出去，走，快走！老人家莫惊，是我家小叔不懂礼数。叨扰之处，我代他赔罪。东京城这几日不太平，一连发生几桩命案。哎呀，我不知道。老人家，我相公得开封府左军巡使青睐，共同查办此案。若您知情，愿意告知，我敢保您得官爷庇护。进来吧。
老伯，姓宋的年轻人是不是经常来这儿？是啊，小宋郎君来我们院儿来找老丁。老丁这个人啊，老实，话少，可是命不好。刚来我们院儿做工，就伤了腿。幸好啊，他赶驴是把好手，虽腿脚慢了些，但踏实肯干。这样他每个月还能拿些工钱。这小宋郎君啊，总是来瞧他，给他一些补贴，他的日子过得还可以。若是因为这件事，他不用对嫂子说谎。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。老伯，啊，为何您听到我叫他的名字就着急回去？你说，小宋郎君被杀这事儿，我们这儿的人都知道，凶手啊到现在都没有落网。我不是怕招惹是非吗？还有啊，他们相识之事，老丁啊一直对外隐瞒，他不想让人知道。看你这忙前忙后的，还以为跟他是老相识的。我与郎君不熟的。他们相识之事，为何要隐瞒啊？据说老丁是小宋郎君家的旧仆，说是做错了什么事儿，被家主赶出去了。再说了，这是他们的私事，我不好打听啊。可这两人，偏偏又死在同一天。老丁那天要是不去桃花洞，恐怕不会出什么意外。这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，可怜呐。老伯，老丁是何时来的东京城？宋祁煜又是从何时来看他的？年初吧，老丁孑然一身，直到伤了腿以后，这小宋郎君才来的，但总是在夜里来瞧他。说到底呀，还是自小看大的老仆，能看出来，两个人关系情同父子。陈伯，哎，该上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先坐啊，我去就回来。墨儿，嫂子，哎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想明白，我必须得弄清楚。我想回家了。好。二哥，张学正死于割喉，从喉管上涌的血沫会引起窒息。所以那个血书根本就不可能是他自己写完的。他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卯时，天微微亮的时候。你正好出去，那个时候，凶手可能刚走。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问。
你放心，大哥他们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小宋哥一个公道的。啊，还有，也该让小宋哥的家人来一趟京城了吧？家人，小宋哥的尸首总该送还故乡，好好安葬吧。你如果觉得为难的话，托同乡世子捎封信也行。万岁司，我们头从昨天一直在录失踪考生的名单。去哪儿？找顾学士啊。那儿了。啊。哎呦，老顾，一宿未睡啊。这是啊，我托关系在礼部找到的这几届应考考生的名单，全都在上面了。好，这是我整理出来的近10年失踪的学子名单。这份失踪学子名单上的每个人，刚好就是这个名册上缺考的人。真的假的？头儿，我考他一考。广西南路白州李彤缺考，夔州路开州孙敬书缺考，襄阳府均州于九缺考。可以了。行啊。这些人都是至今下落不明，对吗？失踪啊，肯定找不着了。有没有可能失踪的人全部都已经死亡？头儿，我审了一些盗尸的犯，从他们嘴里得出，最近10年确实有一些无名尸，均为年轻男子，死亡时间呢都是在每3年的科考之后。这些尸体都是一刀毙命，面部缺失。这也是从礼部借出来的每届的重磅考生的名单，里面有一个共通之处：最近几届重磅的考生，必定有一个家族有2到3名世子能考上。邹家。哈，这个我都认识啊。这个酒囊饭袋，天天泡酒缸里，他这文采还不如我呢。还有这个邹参星。这败家子儿，摆流水席。哎，这个邹振瑞，这也是我同道中人。我不是老去那个百花阁找那个小秋月吗？站住！哎呀，你让开！我们邹家是百贯找你们寻我们家郎君邹永进。哎，就想见顾学士一面都不行，这全！哦，喊什么喊？我们顾学士一夜都在里边忙着呢。不是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你们有消息？邹家今年有考生吗？2名，一个叫邹叶青，另外一个邹永进。中了，反而失踪了。往年失踪的学子，尸首全无，或被抛尸荒野，待送其狱。可他却偏偏死在了自己家里，就好像就怕我们不知道一样。你当年的案卷被人调阅了，他们知道了你的底细。是你杀了宋祁钰吗？孔二的尸体暴露早了，让他发现了端倪，金蝉脱壳，好计策。不明白，不需要你明白，你只要知道把今年逃走的老鼠都处理干净，你就可以南下回主家了。
不是一直想见主人吗？回家。回家。回家。你们俩快点。姚和，姚和，你呀，啥也不是。你们看啊，姚和的嗅觉比我们都要灵敏，他能吐成这样，说明这个尸体真是太臭了，而且不是正常腐化后的腐臭，而是一股酸臭。此人平时因大量饮酒。我大宋男子，日日吃酒也算正常。但小宋哥平日不饮酒吧？哦，我听邹家那个后院庄强说啊，他们家郎君是不喜文武啊，天天喝酒，就胖在酒缸里。这个尸体确实是有问题，他的身形跟小宋哥是相似的，但是他皮肉细腻，不像。而且他的手掌间没有丝毫劳作痕迹，也没有握笔的茧。此人生前应当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。叔，邹永进身体上有什么别的特征吗？庄强说他养尊处优，每日出门香车软轿，佣人前呼后拥，没说。哦，说他小的时候骑马摔过，肋骨骨折过。他那很小啊，现在还能查得出来吗？按理来说是可以的。把它撑着，刮骨刀。有了，肋骨是有一道细小的旧伤，应该是小时候摔的。那所以这个人不是小宋哥的尸体，而是继承宝。哎，你慢点！大哥，那尸身是邹永进的，小宋哥没有死。如果死者是邹永进的话，那到底是谁杀了他？全体女生们请注意，宋朝美妆店已上新，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，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出现。剧中康浅家里就出现了很多化妆品，而剧中张七娘脸上的妆容，也是有宋朝非常经典的珍珠花钿。珍珠在宋朝备受推崇，甚至衣服、冠子上都有珍珠。真不愧是时尚宋朝呢。头儿，大哥，那尸身是邹永进的，小宋哥没有死。为什么大家都不太高兴啊？可能是因为，如果死者是邹永进的话，那到底是谁杀了他，又把他伪装成小宋哥的呢？之前赵大哥说了，凶手是为了泄愤，所以才会在他的肚子里面塞那么多书。塞那么多书，可能是为了让他多读书。可是，谁又会这么干呢？宋祁钰。郎君，你要找的那位荆州世子就住在这间。多谢。
敢问是荆州王亲吗？我想找你问问关于宋祁煜的事。我好久都没见过那王八蛋了，公子其实。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我知道你欠了掌柜的2贯酒钱，你出来听我说，我替你还。王兄，王兄，门口说吧。这是酒钱和一封家书，麻烦你帮宋祁煜带回荆州老家。宋家都死绝户了，信带回去给谁？萧郎君，看你生的也挺体面，咱这般识人不清，比那种阿杂泼才称兄道弟。要我说呀，说什么？要我说，那个无父无母的混账高子怎么还没死？我瞧他就是个短命相。和那姓宋的厮混在一起，你反正不是什么好鸟。趁着家有几个臭钱，在那头顶上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你胡说！宋轩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不是。我没胡说，宋家只剩宋祁一人掌家，16岁都是同父家产，豪情霸市的荆州人尽皆知。我虽这2年没有见过他，但我之前亲眼见着他在街上对家伙非打即骂。他府上有个驴夫，那驴夫的儿子便是他的书头，这父子2人终日像狗一样为他使唤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打听。我王钦若有半句虚言，叫我和龙就呛死。宋祁煜果然没死，死的那个人叫邹永进。娘子，我看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，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？看沫儿昨天的反应，我觉得沫儿有知情的事没有告诉我们。你的意思是我早就知道了？沫儿憨直，但不愚钝。况且他跟小宋是那么好的朋友。你说这宋祁煜现在人在哪里啊？不知道赵默跟他有没有联络？如果有联络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知情不报，窝藏包庇，这是重罪啊！于理呢，我是希望赵默跟他划清界限，把实情告诉我们。可是于情，难就难在于情啊！是沫长这么大，除了孙伯，他就只和小宋要好。况且，看小宋平日的为人举止，实在是不像凶恶之徒，定是另有隐情吧。不管有什么隐情，杀了人就是杀了人，法不容情。顿时想想宋祁煜、孙伯这种处境，我不免困惑。面对他们这种人，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天下就没有王法吗？啊！救人命就可以随意的践踏吗？他们如果不想沦为鱼肉，任人宰割，该不该拿起屠刀？啊！我真是不敢多想。事情虽然走到这一步，但是我觉得，是咱们应该伸手拉他一把。你说的对啊，让宋祁煜说出实情，主动自首，我来替他写诉状，陈情上表。这样一来，应该能保他一条性命。问题是，怎么可以让宋祁煜说出实情？能让宋祁煜说出实情的，这个世上应该只有赵默吧。
这里面是东水七子之首简庄的宅院。我们找了他这么多天，原来逃回祖宅了。我知道你们要来，我已经全都准备好了。头儿还走吗？不必了，他已经等我们很久了。家眷，我全都遣散了。我的事情，他们一概不知。这些是我这些年安排替考得到的好处。这些东西让我每天心惊肉跳。今天你们来了，我心里反倒放心了。大名鼎鼎的夫子简庄啊，没想到也是个爱才之人。我没有，他们答应我事成之后会为我谋官，朝廷荣官无数。我老了，我等不了了，才让我相信他们这是最好的机会呀。简庄。我叫赵不由，我也是个读书人。你知道吗？科举是多少寒门学子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。你今日所作所为，会寒了多少读书人的心？斯文败类！我问你啊。那些学子也是你杀的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和张美行替考之事啊。他们的死，你们得去问郑敦。简庄，我是开封府左军巡使顾震。这些都是你替他们安排替考挣来的，对吗？你一分一厘也没有动过，只为了让你的家人平安，对吗？你放心，你的家人没有犯法，开封府不会难为他们的。但是他们未必。我叫万福，我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我也瞧不起你。带走。那个无父无母的混账无赖早就该死了。那个驴夫的儿子便是他的书童，这父子二人终是像狗一样为他使坏。说到底呀，还是自小看大的老夫能看出来，这两个人情同父子。我也有要保护的人，我不能冒险。莫儿，宋祁钰的事情，衙门已经查清楚了。你想知道吗？他，莫儿，嫂子不强迫你，但是现在只有你能救小宋了，你得劝劝他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赵郎君，救命！赵郎君见鬼了呀！出什么事了？陈老伯，您慢慢说。对，真是活见鬼了呀！
老伙计啊，眼瞧着就到头七了，我再给你们烧点钱，你们在那边好生打点打点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。这辈子都还未解决，何谈下辈子？少天老君，你是人是鬼啊？你回答我的问题，我不会害人。他就问我是否有位读书人在老丁生前来看他，我告诉他是有一位读书人，那郎君矮矮胖胖，笑眯眯的，经常来看老丁，他们聊得挺投缘的呀。我知道宋其瑜为何答应了，有人得知了他身世的秘密，胁迫他替考，把他逼上了绝路。陈老伯，您别害怕，没有什么鬼，您见到的就是小宋，他没死，衙门已经查清楚了。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您别怕，没有什么鬼。您慢走，陈老伯。好好好。沫儿，沫儿，赵沫。宋秋，宋奇月，你等我把话说完。我知道你会来找郑敦，我提前在此等你。若是郑敦今晚在这里，此刻你就又杀了一个人。对啊，因为我早就不是你认识的宋其瑜了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被打死的那位丁伯是你父亲。我一直都很后悔，我当时就在你身边，我要是能早点意识到的话，来不及了，早就来不及了。我原本不叫宋其瑜。谁允许你背着我读书的？贱种！问你呢？问你说，说话！我本姓丁，生母出身贱籍，父亲是宋府车夫。我生来便低人一等，只能在宋家做小厮，整日与那暴力蠢笨的宋其瑜待在一处。他更是以羞辱我为乐。起来！明夜就走，马上离开荆州。可我们能去哪儿？赴京去科考。
别枉费了你这么多年偷偷读书受的罪呀！爹，我是贱籍之后，我如何科考啊？不管了，从今往后啊，你就是宋祁煜啊！咱们趁着大雨即刻启程，以免被旁人察觉。反正离开此地，再无人认识他。从你认识我那天起，我就是个冒牌货，只是你看不穿罢了。你是谁？不重要，你能活着就好。我是谁？怎会不重要？我爹宁愿从此与我相见不识，也要送我进京赶考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还是被郑敦发现，以此威胁我，替他们科考。生而为人，不能用自己的名字，这就是命罢了。没成想，我的命还连累了我爹。那赶驴的老狗，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竟敢为他那下贱的儿子来寻我晦气！哎呦，郎君啊，活该呀！所有的罪责本又由老汉我一人承担，你们为何要毁了我儿的前途？嘿，那老狗竟然敢来这儿哭丧，败坏郎君的性命！就让他们报官，说我打死一条狗。你们去开封府跑一趟，把事情结了。我爹死后，我想随他去了。但那些可恨该死的人还活在这世上，我要替我爹报仇，拉着他们一起陪葬。邹永进也好，张美、郑敦也罢，都应该交给朝廷律法审判。那朝廷律法判了谁？你那日状告有结果吗？难道像我们这样的贱民，就应该被人摆布吗？他们要逼死棋盘上的棋子，那我便要让他们下棋的人也尝尝死亡的恐惧。开封府已经知道，那具尸体是邹永进，不是你。而邹家那帮坏人，马上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若是你现在去找郑敦，必不能全身而退。从我决心迈出这一步那天起，我就再也不能全身而退了。上一次，我以为你被害，我这颗心就已经死过一回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坐个马车，马上离开东京城。你还记得滇良拱桥吗？只要主梁还在，桥不会塌。人也是一样的，人难免会走上弯路。只要有心悔改，只要主心骨还在，什么时候回头都来得及。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，去找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，好好的做自己。谁？郑敦，莫，你把我吓着。宋祁煜，宋祁煜。
怎么了？不要松手！我说你别管我！饶了我！饶了我！饶了我！今天要是杀人，就让我替你了了这残局。不行，你不能杀人！你是清白，你还有亲人，还有大好的前途。你是我最羡慕的人，你不能杀人。就这里，别使飞剑，走。官爷，各位官爷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宋启云这么要杀我，你们干什么？是谁把这孩子送到大楼上的？我都是二楼。官兵来了，还有没有别的出口？啊？你先说。周末他们要杀我，你抓我干什么？凶手在楼上。如果你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，知道我是剑姬之子，你还会和我做朋友吗？无论你是谁，有什么分别？凶手是什么人？是，杀人十六，他是邹家在东京的刀，替邹家杀人，都是他来找我的，也是他杀的人，跟我没关系，官人真的跟我没关系，官人，带走，官人，哇，小宋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宋军，你先把刀放下。赵默是你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也早就把你当成半个弟弟了。你的事情我跟你嫂子刚知道，对不住啊，小宋兄弟。在你最难过的时候，我们没帮上忙。你先放下刀。小宋，默是最关心你的人了，你不应该伤害他。我宁愿你们就当小宋已经死了，是我配不上你们一家的好意。小宋，后退！小宋，你大哥是宋师，不管你有什么委屈，大哥都会帮你伸冤的啊！对，郑敦已经被抓了，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他告诉我们替考的真相，供出他们的团伙，这样我们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，这才是报仇啊！二楼，小宋，把刀给我，来不及了。我命丁丹，往日种种，愿君包涵。宋启云，开封府诸位，请于此作证，是我一人要杀郑敦，和他赵默儿别无半分瓜葛。宋启云，今日一切都是我挟持他所做。宋启云、赵默儿，你们两个下来，我们开封府网开一面。开门，宋启云，开门，开门！不行，宋兄，此生与君相识，足矣。
对不起，让我算了，知道一天我就可以。 多谢。我会捡的。你若有心为他刻碑，应该先写碑文，再用银珠对字双钩，把纸张贴在碑上，再刻字，这样才能全了他体面。大哥，前几日。 他和我还一起吃酒，一个好端端的人，突然就变成一抔黄土了。你这种感受，大哥也曾遭遇过。和一位老友，昨日还把酒言欢，没想到再见却成了诀别。那种无力。 我试过，丁旦在我们面前死过2回，除了刻碑，我没什么可以为他做的了。但我连刻碑都不会。不必自责，你不是也为他出过那本诗集吗？算是对他九泉之下一份慰藉。大哥。 你觉得不觉得，咱们像活在棋盘上，遵循规矩，从生到死，人像被操控的棋子一样？不，人不应该是棋子。虽说世事如棋，可是人真的是棋子吗？我不觉得。棋是人下的。 你把它放在哪里，它就在哪里。人不一样，人有取舍、进退。虽说大局难以改变，可是自己的命运还是可以选择的。就像丁旦，他不是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命运吗？虽说方法不可取，但是就连这样的书生，他都不甘心成为别人的棋子。 这样的人，大哥由衷的敬意。我把碑文刻好，你我敬他一杯，如何？我本是荆轲世子，在报荒做衙探。若我真能及第授官，我一定会做一个让百姓吃得饱饭。 有所依靠的官，还好有你我2人，愿为百姓请命，
为民生入世。莫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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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名丁丹。往日种种，愿君抱憾。大哥，他会记得我吗？会的。丁丹想改变命运，到头来还是被摆布了。他解开了榫码，可以把这个留给我。他想告诉我，他有多无奈。莫，大哥不懂你刚才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在我送给丁丹的榫卯里，发现了这张纸条。揭露你身份真相之人未死，尚藏在妻子之中。如若不信，大罗马殿陈宝山一问便知。身份真相什么意思？宋祁煜的原名不叫丁旦吗？前段时间被邹家杀死的那个驴夫叫丁大郎，就是他的亲生父亲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发单人一直做壁上观，在推动丁旦杀人。差不多这么理解吧。现在我们比较清楚的是，发单人肯定不是单石榴。单石榴杀萧逸水，只是因为萧逸水破坏了夏瑞，坏了邹敏的好事。就算单石榴不是发单人，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娘子放心，顾巡使会抓他的，对吧？我上哪儿去抓呢？该死的人都已经死了，人家也不可能再留在东京，等着我去抓。万一该死的人没死呢？你有什么鬼主意？说来听听。如果单石榴知道宋祁煜死了，他以为任务完成，他走了，对吧？宋祁煜死的消息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，对外我们都不要说。你再发一张缉拿宋祁煜的通告，一单石榴出来，恰逢近日临终产物颇大，又不大。我也要去，我要去抓单石榴。呀，你坐着，这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嫂子能去吗？当然不能了。她一个弱女子，她去干什么？莫尔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有多危险？再危险我也要去。丁代临死前把榫卯还给我，就是为了让我知道，害死他的是帮邹家运作替考的那伙人，而单石榴则是帮他们杀人灭口。我不能让他还有那些考生都枉死。必须抓住单石榴，这个顾巡使已经知道了。你等我们的消息就行了，反正你不能去。大哥啊，行了，赵不忧，你还不了解你弟弟的性格吗？莫儿，坐。你别管着他。你看，你在家里呢，听我的消息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一切你都要听哥哥嫂子的，切不可一时冲动，丢了自己的性命。江兄，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告辞，一路顺风啊！开封府令，即刻起全城缉拿逃犯宋祁煜。宋祁煜，开封府是依大宋律法为平息民怨，严惩真凶。本府特此发布海禀。
手啊，别手。去找他。假的？嫂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给我放老实点儿。记住，不出3日，我就会被放出来，那时就是你们的忌日，我再弄死你们！你是邹家的人，邹家确实有着通天的势力。既然律法对你没有用，那我就替天行道，送你去做邹家的鬼。你很清闲啊。案子破了嘛，府尹体谅我，让我歇2天。歇2天。我前些日子在大理寺着了一场火，我的上夫也说让我歇2天，我到现在都还没上职，你小心啊。那场案之后，这东京城里就没太平过。这么大的案子，草草结案，不许深究。以私仇了结，你上峰这招啊高啊！问你个事儿，简庄家被抄，也是你上峰的意思？你觉得呢？老顾，我一看这个行事的风格，就是你的手法。这招高啊！哼，简庄这守财奴埋了半辈子的钱，被你一招起底。正所谓劫富济贫。简庄的钱抄了以后怎么分？简庄的钱我抄了以后，全数给了真正贫苦的烈士眷属。你捐出去了？你干什么？没有我的。之前我有没有给过你酬金？行了，我明白了，2清。好了，你忙吧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有一件新的事情。我不想听。给钱。说。西南郊的门场有一栋荒宅，有人见过山石头出没。现在上峰不让我追究，你去帮我查。
原来宋朝也有香香的仪式感，在宋朝社会，香文化发展到达鼎盛，香成了宋人生活中的爱用好物。在宋朝，有一种风靡汴京的富贵香品四合香，是以陈、檀、脑、麝4种极其昂贵的原料调制出来的香品。所以大家猜猜，买一个风靡汴京的富贵四合香到底需要多少钱呢？1两富贵四合香，怕是这茶摊儿1个月的进项都买不起啊！这么贵呢？赵彪，哎，那个，之前我说你是小男人，还有只会耍小聪明，是因为形势所迫。其实你是一个挺值得托付的人。啊，是吗？你说过吗？我没什么印象。哦，忘了就好。杨子，是不是那个？应该是。走。小心啊，娘子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有什么机关呢。这都什么呀？娘子，你认得呀？这什么？这是萧逸水身上的东西。这个单石榴是个什么癖好？还收藏他杀过那些人的信。怎么了？这是董大哥的，没想到他竟然也是被单石榴所害。17年前的冬天，我刚入大理寺。那时意气风发，初生牛犊，总想破个大案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得知了辽国细作接头的信息。掌柜的，吴老大叫我来取货。好。是鸡儿乡的吴老大吗？是啊。我以为此命休矣，一个人突然出现，用手替我挡了一刀，制服了辽国细作。押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喂，感谢英雄出手相救。您的手我带您去医馆吧。我都盯他半个多月了，我本来要抓一团伙，结果全砸在你小子手上了。
您是？大理寺正，董谦。您就是传说中的董谦？哎，我也是大理寺任职的，我叫赵不由，我在暗读库抄书。不中用。前面的半间巷子有一家无名小馆，烧义子一绝。啊？哎，董司正很有意思，就我受了伤，不去医馆，却带我到了附近一家无名小馆吃烧义子。我们俩的情谊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哎，董大哥，董司正这个人很奇怪，他不让我声张救我之事，在大理寺，他假装不认识我，下旨后却私下带我去查案。每次查完案，他都带我去吃烧义子，喝酒。喝醉以后，他总跟我说，他不停地查坏人是为了还债，还说自己不配被编入崇宁断例。董大哥，单石榴被就地正法，您的仇报了。真是天意啊！有劳贺先生了。谢谢莫兄、伴儿，赠与孩子们的书籍。嫂子知道你去太学报名的事儿吗？我想等办成了再说。你想盯太学也是为了盯蛋哥哥吧？他生前没做成的事情，我都想替他办成。就你话多是吧？打人的狗子，我打死你个野孩子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住手！松开！松开！你谁呀？你快动点试试！打！拿什么打？拿娘来的，快跑！以后不许欺负人啊！苏苏，谢谢你们。你是赵家的二郎吧？我看你跟小宋郎君一道来过。二位是？我们是来安济院帮忙教女孩子们刺绣的绣娘。这是我阿娘阿慈，这是宋阿娘，还有一位陆阿娘，不过今天没来。谢谢你们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嗯，来，走吧，孩子们，走吧，走吧。回家吧。哎，伴儿，我得去趟太学，那边有个学官喊我去传话。啊？字冠有问题，王司爷，是不是弄错了？你们家确为宗室旁支。老爹平日总是吹牛，他说的难道是真的？但族系宗谱上只有你父亲与你大哥的名字，并没有赵默儿和赵半儿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漏记了？这都是大宗正寺的查定，绝无错漏。你还是赶紧回去，好好确认一下户冠。若你真的来历不明，户籍不清，那可入不了太学啊。回来了。你看今天在安济院打架那小女孩，哈哈哈，有没有我当年的半分的印子？哎，你说那个从小的时候啊，我们……你干嘛去啊？爹和大哥都不在。大哥他去找大嫂了，还没回来呢。爹估计又上哪儿吃酒去了吧？
二哥，你怎么了？咱们家是宗室旁支。爹天天吹牛呢，怎么你也开始了？不是吹牛，是真的。你咋知道？我报名太学，他们查了我的户官。难道咱们的那个诏真的是？太学司正说，宗谱上，咱爹这一脉只有大哥，根本就没有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会不会是弄错了？大宗正寺给出的查定，怎么可能查错？不行，我得去找爹还有大哥问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，你不许去！你给我回来！等一下，回来！班儿，你回来！你不许去！你凭什么不让我去问？从小就有人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，说我们是野种，这么多年不也这么过来了吗？在不在那个宗谱上有那么重要吗？没有娘和没有根儿不一样。宝儿，我知道你是想维护这个家，你没有错。可我也不想这样糊涂的活着，我也没有错啊。我们全家人谁都没有错，那就更应该在一起好好过日子。等嫂子回来了，我们再像以前一样，不好吗？回去睡觉。董大哥，你放心吧，这2个孩子不哭也不闹，可乖了，我一定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把他们养大。这些年，我没让孩子受过委屈。大哥，你在这干嘛呢？你还喝老爹藏起来的酒啊？就不知道他们被发现了。喝完这点就睡。别喝了，快回屋睡觉。睡觉了，走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我坐会儿，一会儿就睡了。我也坐下来陪你聊会儿吧。哎呀，大哥，我跟二哥今年去安济院，给那些孩子们送书了。一群人喊他们野孩子，我跟他们说，
姐姐我呀，从小就被人叫野孩子。我总想问问你，我们的娘长什么样？咱们娘长得很漂亮，但她在这个家不开心。开心的话，她就不会走。大哥，我跟二哥，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没娘，但我们不能不是这个家的吧？你为什么说这个？你当然是这个家的孩子啊！我乱说的。哎，你看，我跟你，跟咱爹，我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看看。你长得真像咱娘。那二哥长得像谁呀？你二哥，嗯，你别说，你二哥长得挺像他爹的。他爹？对，你二哥长得像他爹赵黎呀，老赵。你赶紧睡觉吧。嗯，那我睡了啊，你早点歇息。嗯。大哥，我老记起来一个画面，我也分不清那个是梦还是真的了。我就记得你抱着我，还有二哥，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地方，有很多很多的烟，然后你被那烟熏哭了。你怎么会记得这个画面？那时候你才1岁啊。因为我记得你眼泪掉我嘴里，是咸的。那时候，啊，咱爹不是经常不回家吗？我要照顾你，所以经常到厨房给你们做饭，我就抱着你。那烧柴火太湿了，有很多烟，大哥就熏了，眼泪哗哗的流。所以你大哥我眼睛到现在也不好。你看1岁的事儿我都还记得。哇，你很厉害，很厉害，这样你都能想得起来。我真睡觉去啊！赶紧睡觉，睡觉，赶紧睡觉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。应该的。哎，爸，早。早，大哥。早饭已经做好了啊。你待会儿叫你二哥还有爹吃早饭。二哥他一早出去了。哦，干什么去了？他好像去看放榜去了。他去找差事了？对，他说他想谋个差事。好，
你赶紧去吃啊，叫爹。嗯。爹，吃饭了。哎。嘿，哎，花儿啊。啊。你看看，爹，好看不？爹，你穿着这样干嘛呀？哎，樊楼，今日做春日宴，这大小的花魁啊都来了。爹今天得去鉴赏鉴赏。爹，哎，你呀，先吃早饭啊。再说去樊楼的事情。对啊，那樊楼可是销金窟啊，咱们家去不起。你这一去，咱们这1个月的伙食都没了。对呀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管起爹来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今天非去不可。哎，吃饭。哎呦，哎，莫，二哥，你去看榜了？来，坐下。你去找什么差事啊？大理寺。啊？大理寺？大理寺招人吗？不缺人啊。之前大理寺招工，我去报了名。今日去开了榜，说明天便可以上职帮工了。哎呦，哪个位置？大哥，你忘了？你被大理寺辞退之后，你原来的那个位置一直是空的。哦，啊，正好嘛，你大哥没干好，二郎去也不错。哎，莫去做贴书吏，委屈他了。以你的才华，应该去江作监，或者去军器监。你去大理寺做贴书干什么呀？哎，大郎，二郎现在也是啊，公家人了，咱们，这样，要不你拿出点银两来，咱们今天就去樊楼，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，多好啊！爹，你这1年能搞出几10个名堂去樊楼，哪次让你去了你就别想了。你小子就是不准去，不准去！我今天非要去不可，谁也拦不住。爹，我有事想问你。哎，爹，听见了没有？默有事要问你。哎，先听默默说。爹，你去樊楼吧，那春日宴要开始了。我和伴儿是你亲生的吗？他说什么？我也没听清楚。我和伴儿是您亲生的吗？哎呀！爹，哦，爹，爹不舒服，哎呀，我先来，没事，你们继续吃啊。溺死的，溺死的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赵默，你看把爹气的。你去面对。你干嘛呀？爹是装病，刚刚他给大哥使眼色，我都看到了。爹在大事上从来都不糊涂。我去给你嫂子送点早饭。大哥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他想问，爹身体还好吗？哦，好多了。那个别让他出门就行。不是，宗室属籍上为什么没有我和伴儿的名字？啊？是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有吧？有。我查了，没有。你们家确为宗室旁支，但族系宗谱上只有你父亲与你大哥的名字，并没有赵默儿和赵范儿。哦，我知道。嗨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老爹以前不是皇室宗亲吗？后来成了庶民。我呢，是之前生的，所以上面写了名字。但是成了庶民以后呢，才生了你们俩，所以我的名字在里面，你们的名字没写上去。对，那他不懂那个规矩，不对，是搞错。我打听过了，就算成为庶民，后裔也会陆路属籍。你去打听那干嘛呀？你查到没有？你还去打听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怀疑自己不是爹亲生的？其实是你不想在这个家待着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。你是他哥哥，是我弟弟，是老爹的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莫名其妙的大走上，我不说了，我先去送饭。
今日我便搬到大理寺的立社去住，除非让我知道真相。赵沫，你别说了。那我就告诉你，如果你今日敢搬到大理寺去住，以后就别再回这个家了。哎呦，兄弟反目了！不是，大哥，他不是那意思。你看着老爹，别让他去烦恼。妈呀！亲不认了！好了，吃饭了。老赵家要散了。吃饭。我不吃了，我去大理寺了。赵沫，赵沫！哎呀！哎呀！兄弟反目了！回来，二哥，二哥！你别走啊！你别走！有本事你就别回来了！我欣赏。娘子，什么都瞒不了你。我和你说一个咱们家的秘密。弟弟妹妹，他俩不是亲生的，不是我们赵家的人。16年前的一天，佟大哥等你很久了。佟大哥，他身边带着2个孩子，说是他的儿女。要把儿女托付给我，说他下决心去办件大事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哪儿来的呀？我问你哪儿来的？朋友的。爹，你说咱能养活这俩孩子吗？我可不管养。 2天后，董家果真出事，全家惨死。现在想来，既然凶手是单石榴，那说明董大哥必定是得罪了邹家，才埋下如此的祸患。官家下旨，各部会审，最终以董大哥抓到的犯人蓄意报复，草草结案。 我出城找了好几家安济院，还有好几个农户，好不容易有一家条件好点的。这男人是个酒腻子，还打老婆，我一看就算了。吃啊！这孩子就交给我吧。我哀求爹爹收养了他的2个孩子，怕别人知道他们的身世，招来杀身之祸，把董沫、董爸改名为赵沫。 赵盼，对不住，娘子。这些年，连你都瞒过去了。东京
最高，翻楼设宴。各位可以里边请。我跟着让您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您回去吧，这家里已经够乱了。咱家真没这么多钱。我不回去。那你既然来了，爹就带你见见世面啊！你可得给我大大方方的啊！这怎么大大方方的呀？你没钱，你没钱？爹啥时候差过钱啊？哎，爹，这真的假的？是金的呀！你爹还有假东西啊？走，漂亮娘子，您可来了，就等您呢。说好，我今日只唱苏词。那是自然。放眼咱们整个东京啊，寥寥娘子的苏词，堪称女魁首啊！魁首，请里边请。算不上。寥寥娘子真是美若天仙呀！这还算不上魁首。你爹带你见识更大了。真的去啊？走了。赵老爹，今儿你也来了，里边请。哎，恭迎恭迎。赵老爹还是老地方。主座。好嘞，这边请。二位用什么茶？喝什么茶呀？给老爹上酒。得嘞。爹，常来呀。啊，不常来。哟，这不赵老爹吗？您又来了。来，给您买上。哎，好好好，赵老爹吃好喝好啊。好好好。今天有劳你们了啊，不用陪我了，我有人陪。讨厌。我在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迟了了为诸君献唱一曲《望江南》。这位娘子，她的嗓音好特别啊。这个了了娘子啊，嗓音是比一般女子有些不同。在韵律里能听出筋骨，配上这苏词啊，可谓是浑然天成。爹，你干嘛总闭着眼啊？哦，这是乱花渐欲啊，迷人眼。哎，爹，休息休息眼睛，一会儿看着压轴大戏。还有更好看的压轴大戏呀！哎，婉儿啊，这樊楼啊，每逢大宴之日，除了那些花魁娘子登台谢艺之外，还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，那就是长天落下。掌柜的，这怎么还换戏码了？尸体。伴儿，伴儿，快走！伴儿啊！那红布上绣的是什么字啊？名字？这是谁啊？
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哎，不要吵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会有一点点疼。就是小挫伤，养2天便好了。多谢了。池娘子，这个发绳你是在哪儿买的呀？这个啊，是我弟弟给我做的。你弟弟做的？我嫂子她也会做，她最喜欢在发绳底下缀2颗草珠子。那可真是巧了。各位别急，都别急。有人安静了。没说你。王太子，知道我们这出啥事儿了？知道。事情一出，我们立刻封锁了现场，让所有的宾客都在这儿稍事休息。安护措施做得挺好啊，一只苍蝇都没有放出去。那怎么出这么大事儿？啊！天使飞剑有。现场所有宾客，10人分成1组，每一个组啊。哎呀，头儿，你来了。哎，您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死人了。所有宾客10人1组，每一个组选出1个头，把他们的名字、地址，马上，名字、地址详细记录在案。别喊啊，把人放了。是放人？不是，头儿，这人不能放啊！凶手为何要选择此时此刻在这里犯案子？樊楼、春燕犯案，他想闹出动静啊！他闹出来了吗？那肯定闹出来了。那些人心惶惶的。那你觉得凶手还会待在原地等着咱们去抓吗？一旦要有那种心理扭曲的，他就想看出闹多大动静。樊楼春日宴，能来参加的，哪一个不是非富即贵？咱们惹得起吗？老老实实的验尸找证据，他跑不了。明白。天使飞剑有。放人。打扰了啊！打扰了。顾军师，顾军师，走吧，走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被我爹拉来看春日宴的，没想到把这一幕看了个满眼。你爹呢？哎，我爹呢？这樊楼春宴，你跟你爹还能进得来呢？仵作呢？姚河呢？仵作，赶紧验尸啊！哦，仵作，那顾军师，我也能去验尸吗？皮肤变色，却有虐打的痕迹。根据尸斑推测，死亡时间约3天左右。姚河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墨。墨。给我年轻人，快！是吗？是墨。此人头发还有口鼻中都有墨汁，应该生前整个头部被浸于墨汁之中。怎么这么多血丝啊？你帮我翻过来。好。等一下，耳后少量瘀斑，此人生前应该被长时间倒灌。冯三的案子正在坑节上，我
我现在过那边去，这边你看着点，有什么新情况，随时来告诉我。您放心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禀告。见过他们吗？你们呢？什么印象？何仇何怨，弄得如此离奇的死法？有印象吗？这怎么香臭香臭的？嗯，这个是香料，撒在尸体身上压尸臭的。铁齿飞剑。哎，退色，这3个人的身份已经差人去查了。我是问你这个吗？这红绸上的名字，差人誊抄下来。这些名字可有点古怪。有何古怪？都是女子的名字。女子的名字就不誊抄吗？啊，那不是。来人，抄完以后啊，查一查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来和，旺特斯，他嘴里有东西。拿过来给我看。这是个令牌吧？哎，我见过。哎，这是雅园的。这儿也有。呀，这儿也有。事儿大了。开封府题名记碑在北宋时立于开封府衙，碑身单面是楷书刻字，而碑文周边则雕刻缠枝牡丹纹、蔓草纹，额部会篆书“开封府题名记”。这块碑主要记录了从建隆元年到崇宁4年，共计146年间历任的长官名录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府衙长官题名记碑。剧中我常去抚摸的碑身某一处，其实是包拯的名字。这块题名记碑现在就收藏在开封市博物馆里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那里参观见证实物，但你们是找不到包拯的名字的。包拯的名字因为太多人的摸索已经消失不见了。